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山发言人、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林佩祥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张世刚议员也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一切顺利、平安、健康。好，那么回到这个，我们虽然在过农历新年但全世界还在继续转动美国股市继续在那边开然后呢，川普继续在那边这个挥舞大刀那川普呢，现在对加拿大跟墨西哥都征25%的关税，而且对大陆要加10%所以呢，大陆一方面呢要告，向 WTO 告，这没用跟 WTO 有什么用 ？WTO 现在几乎等于是瘫痪在那个地方因为美国在杯葛嘛所以 WTO 是没用，不过反正形式上要告一下了另外呢，加拿大、墨西哥比较狠。你抽我25%的关税，我就加你25%的关税。我觉得加拿大有5个省把美国产品都下架了。加拿大人现在呢，这个痛恨美国在一场这个有美国人的球赛里面呢，还在那嘘等等所以呢，加拿大以前跟美国很友好的，怎么可能这么痛恨这是川普这个，因为他要跟人家加关税嘛，而且他还讲说，你加拿大最好变成我的51州你凭什么变一个国家？我们每年给你几千亿帮助你，没有我们帮助你，这个国家就垮了加拿大实在很气那所以呢，大陆、加拿大、墨西哥都反击大陆也说呢，除了向 WTO 告状了，我也加你关税，如果你加我关税，我有报复我有报复的这个措施那为什么川普找到墨西哥、加拿大、大陆？因为是有道理的。美国的进口墨西哥占15.6%，中国大陆占13.5%。加拿大占12.6%，是3个最大的国家。那当然，擒贼先擒王嘛，打蛇打7寸，先从你们3个国家开始。其实你像德国、日本、越南、南韩、台湾，这个其他全世界其他，其实比例都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墨西哥、中国大陆、加拿大是最高的3个42%，非常高。而且呢，这个美国其实一路都是贸易都逆差了。美国是双赤字这个贸易也是赤字，国内的这个预算也是赤字，反正都赤字。那《华尔街日报》说，川普这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你制裁他，他要这个报复你，干嘛搞成这样子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大陆加征关税，掀起新一波贸易战。即便加拿大、墨西哥宣布对美国实施报复关税，川普仍炮火猛烈。I disagree with the leadership of Canada, and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there. But if they want to play the game, I don't mind. We can play the game all they want. Mexico,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with them. 川普表明要战没在怕，墨西哥官方也寸步不让。Entonces, como dicen, pues están dando un balazo en el pie, porque le suben 25%, pero allá va a haber mucha afectación. Aquí también, sobre todo, si esto se mantiene, pues las empresas que están aquí pueden llegar a valorar si se quedan aquí o se van a otro lado por el 25%。中国大陆继商务部表达不满，声称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将向 WTO 提起诉讼后，外交部也痛批美方发起关税战的理由不合理。专家提醒，关税战势必造成美国经济压力。川普也坦诚，相关措施的确可能为美国人带来痛苦，但为了找回美国的黄金年代，这些痛苦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好，川普说，虽然你们美国人可能会痛苦，不一定会痛苦，有可能痛苦，值得值得付出的代价大家痛苦吧那另外呢，川普说美国应该加拿大应该成美国的51州。另外，川普说欧盟你给我小心，对我们很不好，说我很快就会对欧盟征收关税，你们不要在隔岸观虎斗高兴你们不高兴不要高兴太早。那联准会呢的这个主席鲍尔呢说我不急于调整利率，他顶住，因为川普一直希望他降低利率但是呢，像中央银行呢，像这种联准会都应该这个置外于政治之外来，凤馨怎么看？今天台北股市大跌，跌了830点，跌幅高达3.53%，其实跌幅非常非常的重，史上第4大。对，其实就是2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关税，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DeepSeek， 中国大陆 DeepSeek 这家公司呢，它所推出来的大型语言模型，它在我们春节期间呢屠杀美国科技股，费城半导体在我们春节期间跌了8%，总共累计起来跌幅相当的重，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其实DeepSeek 的影响啊，按照那个在新加坡交易的台股的期指来看的话，富台指来看的话，大概跌2%。而今天的关税，我们现在在录影的这个时候，美国的纳斯达克的期货盘是跌了2%，所以各2%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大跌的原因。当然，股市跌哦，它有的时候涨涨跌跌，不应该是成为我们讨论的主轴。但这两件事情是对我们的经济基本面都会有重大影响的。其实我们应该要严肃的去面对它，但很可惜，我们的台湾内部的政治根本不容许我们好好讨论这件事情。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川普关税大刀，他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各课征25%的关税。当然，加拿大有部分的降低，有部分油气类的部分降低，那个是他另外的一个企图，这个我们不去细谈它。对中国大陆加征10%，而且他在行政命令当中明白的说，如果你敢报复，那我还要再加征关税。那现在加拿大已经宣布了，他要对1500多亿加拿大币的货品也课征25%的关税。所以川普的下一招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他在签这些行政命令的时候，同时宣布美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不受任何的法律限制，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程序，说提高关税就可以提高关税。所以他现在随时可以对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产品提高关税，而且他已经点名了。因为现在全世界呢开始知道一件事情，加拿大应该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说磕就磕。北美自由贸易区嘛，加拿大、墨西哥，对。那墨西哥还可以说你跟美国关系不好，但加拿大一向跟美国关系好。那但是说磕就磕，那他已经扬言说欧盟就是下一波，2月中旬。他还点名了半导体，就是除了地区之外，他还点名了产品，包括了半导体、钢啊、铝啊、生技产品啊等等的，他通通都要课高关税。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认为说，你可能要延到4月才要举行。No， 你现在全部通通都要影响。所以呢，对全世界的冲击影响主要是不确定性。但是容许我这边因为我们下一段会谈到 DC， 这也是股汇大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中美科技战当中很重要的一页，可是对台湾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过去这2年，2023、2024，因为 OpenAI 的 ChatGPT 推出，所以大家军备竞赛，投资硬体，投资 AI 伺服器。那谁来做 AI 伺服器？那当然就是台湾咯。所以我们真的吃了2年的时间 ，AI 伺服器啦，还有这里面的散热啦，还有这里面的这个先进封装啦，然后 CPU 啦、矽光子啊，各式各样，为了要精进先进的 AI 晶片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我们通吃到了。所以我们的基金很好，你知道我们的半导体热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只要跟 AI 沾一点边的，不管真的假的，股市都大涨。但问题现在来了，就 DeepSeek 它真正打破的是游戏规则。它呢用比较降规的晶片，然后用比较少的晶片数量，用比较短的时间训练出完全可以跟 OpenAI 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相比拟的大型语言模型，而且因为它 Open Source 开源，而且它降低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它对于人工智慧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一页，它会让各种应用百花齐放。那这个应用像什么呢？就好像说电刚发明的时候，电我们只想到电灯，可是当你电普及的时候，电视机也来啦，然后电冰箱也来啦，什么收音机也来啦，就各式各样的发明都能出来。不过这一次的 AI 主要是软体，那我们的问题来了，我们在硬体上面我们很强，我们也吃了2年了，可是现在将会是硬不如软的时代，就软体在 AI 上面的运用才是大爆发年。因为现在连 OpenAI 他都承认，他的创办人 Altman 他说，我们当初没有开源，我们是错的，我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所以他们现在要跟随着 DeepSeek， 然后去走 Open Source， 要去走这一条路。那台湾呢？我们过去靠硬体，那么称霸50，那现在如果是软体当道，我们的路又在哪里？所以前面的关税大棒，台湾不可能躲得掉。
后面的 DeepSeek 的 AI 的新的发展，台湾用怎么样子能够找到自己的一条出路？这两件事情对台湾影响都大。我看现在的川普感觉起来有一句英文单字，有个英文单字叫做 electoral autocracy， 也就是所谓的选举独裁，也就是只要我选票拿到手之后，我怎么样做都可以。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宪法里面，他只能再做3年，在300多天。因为一个人不能。不过有议员说想修宪，他做第3任。我们希望他不要修宪啊，这就糟糕了。会2/3同意，不容易啦。我觉得我们还是修宪不容易，希望不要到这种。至少有人这样想嘛。连全世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都出现这种戒严独裁之类的事情，那会很悲哀。那川普这2任一直在讲的东西叫做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其实如果把它很粗糙的直接分析出来，它就只要满足两个点，一个是它能够满足它的经济上的需求，另外一个满足它爱国心上的需求。经济上的需求，严格讲起来，在美国目前感觉起来就是工作。他们要提供足够的工作，不管怎么样，不管说对他们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危害，他们想提供足够的工作，因为只要这个 unemployment rate 这个失业率能够往下压，那川普就你看我施政是有感的。另外一个就是把他们的爱国心操再把它拉起来。过去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他们都是提说要做全球化啦、地球村啦、American leads，American leads，we give people the American example。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话，我们用我们的经济实力来带领的全球往前走。但是他们经过民主党这几次的执政之后，他们发现说，民主党这样越做，其实让所有人觉得越不舒服。不管是民主价值、进步价值，某些程度来讲，对一些传统的，对一些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右派革命。那这个右派革命就是这种传统价值上面的反扑，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只希望说不用说到一直照顾所谓的多元文化，我们尊重，但是我们还是应该 back to the basic， 应该还是回到基本面来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上任之后，第一个所谓的地球村，所谓的全球化，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很大的延迟。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刚刚跟凤馨姐谈到一样，不管全球化有没有继续下去，科技跟产业继续往下跑。因为如果当全球产业之后，全球化这种经济趋势被迫的时候，最得利的，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些超级跨国大企业体，因为他们反弹的速度比谁都还快。也就是说，他们在经济、在科技上面、在技术上面进步，不会因为哪一个有没有地球村、有没有地球化而在一起。而川普这样做的事情也是很符合他们 Republican， 也是他们一般共和党他们想做，就是所谓小政府。而川普他们严格讲起来，就是他现在的做法是利用关税来当他的武器，逼着所有人跟他坐下来谈。与其说他直接去打仗，直接派军队，直接去派驻军，川普上任之后曾经讲过3件事，他不想去跟人家打仗，真的不想举起没有意义的战争。第二个，他不想花自己的钱，不想花美国钱在其他国家身上。第三个，他不希望有任何美国人因为这种事而牺牲。所以这情况之下，他既然不想动用军力，他只好借用经济实力，也就是最直接的关税是他的武器，而他的目的是希望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坐下来跟他谈。就这些列强这些国家其实都没安什么好心。当时要提倡全球化是美国，世界是平的，老美讲的啊。为什么他认为全球化，他的势力就可以到全世界去？对，他的跨国企业赚大钱啊，他可以跨国企业，没有人挡得住。没想到中国大陆利用这个全球化起来了，他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所以现在又要反全球化，又不要全球化，就跟欧洲一样。原来说2035年以后全部是电动车。这个汽车工厂不能再做任何的汽油柴油车。英国更提前5年，2030这个之后就不能有汽油柴油车了。现在看到大陆电动车起来，欧洲又要改了。所以他的讲出来很漂亮的一些东西一些讲法，其实都是自己认为自己有优势，想要去进军其他国家，进军全世界那现在麻烦的是说，譬如说美国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征关税。那这2个国家现在说报复，他们报复了吗？其实报复不了，因为他赚人家钱赚太多嘛。理智上就是好吧，那就接受嘛。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政治上我不能接受啊。我接受我的选票统统跑了，政治上我一定要跟你干到底啊，所以就变成贸易大战。休息一下再回来。
那么台湾主要是呢这个被关税啊，因为川普说要对台湾加关税，同时他对半导体加100%的关税。对。说全世界半导体98%都在台湾生产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高阶比较多了啊。那另外就刚刚分析讲 DeepSeek 啊，因为觉得哇这来了，到时候怎么办啊？所以呢，台股今天一开盘跌了1000点以上啊，后来收盘收了一点，还是跌830，还是有史以来第4大的跌幅了哈。所以呢，一早曾经跌到1000点啊，台积电跌65块，不过还在1000块之上，还有1070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任内说股市信心不容易回升，因为你随时不知道他会出什么主意啊，他看起来就跟你们干到底就是了。美国人会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呢只是暂时痛苦啊，所以大家忍耐啊。那另外呢，这个专家是说呢，对台湾的半导体加关税是砸自己的脚，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它转移的能力很高，都会到时候转出去的。我曾经跟台积电一些退休的高管有一次吃饭在一起，我就问他们，我说台积电为什么那个毛利率那么高，都是超过50%以上？他说那你怎样？我们就是要这么高啊，台积电我们就要这么高啊，否则你们来取代，你们根本取代不了啊，就这么啊。那所以呢，这个它可以转嫁，很容易就转嫁掉了哈，所以消费者就会付比较多的钱了哈。那他这边也讲，你看，就具有转嫁能力嘛，哦，但是呢，通膨就会来了，因为美国就会有通膨啊，所以他们认为美国的通膨会提高，你加的关税很多都要转嫁掉嘛，对不对？转嫁掉以后，就消费者就很惨了。所以川普为什么说美国人可能会痛苦，就是你的付的这个代价要高了，尤其对穷人很惨了。有钱人还没什么关系，那个穷人是很惨，生活美国这几年物价已经上涨很多了啊。那所以呢，川普的关税又急又快，所以学者认为说呢，将来半导体会向短链、多链在地化啊，就是说你转移也没用了，你转了个半天了，川普都会打击你，对不对？哦，墨西哥你大陆跑到墨西哥去，再销到美国，墨西哥加你关税，你越南啊跑到越南去生产，我到底对你越南加关税，所以变成在地生产蛮重要的哈。那而且呢，台积电之前拿了美国66亿美金的补助设厂嘛，哦，什么1厂、2厂在 Arizona 第1厂、第2厂、第3厂啊，4奈米啊、3奈米啊，然后呢之后呢可能没有钱会补助你了哈。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台积电呢在美国的扩厂可能会冲击到获利了哈。我们看一下。财神跳加关，凭好彩头，就是要帮台股12年开红盘祈福。不过这跳的再卖力，恐怕都难以平复投资人心情。受到 DeepSeek 以及川普加征关税影响，台股12年开红盘惨遭血洗，一早开盘22796点，随后跌幅扩大，一度重挫1015点，也创下历年来盘中第4大跌点，指数失守季线，回测22500点大关，指数跳空下杀，台积电是最大主因，开盘1065元，盘中再跌到1060元，一度大跌75块，季线失守，一天急泻近2兆元。鸿海盘中也跌到163元，联发科则是逆势由黑翻红，主要也是因为 DeepSeek 震撼市场，冲击美国科技股。同整台股休市期间，台积电 ADR 下跌4.3%，费城半导体重挫6.74%，还有辉达单日重跌17%，也让 AI 概念股微影开春就跌停，广达跌到243元，在跌停徘徊，股王信华惨跌355元。而传出川普可能对台湾半导体课征100%关税，恐怕也冲击市场。到底现在是要对晶片加税，还是对它这个产品加税？目前还不一定啊，所以说对台湾的冲击也很难说。来，季凯。美国大选前啊，全世界都流传一个笑话，说川普啊，如果落选，美国内部会大乱。那时候川普当选的话，全世界会大乱。你看那个冲击真的是来了。今天我们不是只有股票开盘的时候跌了一点，跳空跌停啊，1000多点，后来才拉回来一点点。今天连我们的台币都踹破了33块的这个大关。现在股汇都大跌了，今天连南韩那个韩元也是重挫，日元也是走跌的，然后整个亚股几乎一边都是倒的，你就知道那个川普那个力量有多大。那现在对川普来讲很简单嘛，他就把关税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对，那台湾为什么要非常要很注意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们本来以为说他上任以后会稍微停一下，对不对？可你看又来的又急又快，你看墨西哥跟加拿大跟他那种关系都是那么密切的。
他说马上一下子25%就加上去了，中国大陆10%马上就加上去了，所以他现在也放话了，说台湾啊，一方面是我们赚他很多钱，台湾有2个很大的危机。在这次这个关税大战里面，第一个我们是赚美国人，我们是应该是他的逆超，大是全世界第6了嘛，对不对？对。本来我们赚中国大陆钱最多，去年啊赚1了。对，去年是美国超越了中国大陆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说，我们最大的出超国，赚钱赚最多的就从美国是赚最多的。那川普为什么开始要记这个关税？哪一个国家赚我的钱最多的？我就对你动手嘛。墨西哥就赚他钱太多，中国大陆就是啊。我们现在赚他的钱是全世界第6的。所以第一个，大家绑好安全带，这个一定会来的。第二个就是半导体，台积电了。台积电已经讲清楚嘛，98%高阶的都从你这边来啊，对不对？而且台湾也抢走美国这个晶片啊，他已经讲了那么多次，都已经放话说要课100%这个关税，那可能不见得100%，可是至少你看他一定会动手。你看我们到亚利桑那去设厂，对不对？他要2个东西嘛，一个他要工作机会，所以他不是像我已经问了那个行政院长、经济部长好几次了。如果川普当选以后的冲击怎么样子？他们在讲说，我们跟美国可以做一些分工。他们美国可能在晶片这一块，他们研发很强，然后我们在这个代工这边很强。不对，川普就不是了，统统要。川普就他全部都要，他就是要美国不只有赚钱机会，他就是要就业的机会嘛，他就解决那些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嘛。所以我们在台积电这一块，一定势必会碰到很多这个危机，压迫感一定会越来越重。好，所以我们拜托一下，我们政府现在不要急于什么内斗啦，什么罢免啊，什么不依那些案子，赶快静下来。美国提高我们这个关税这个事情，特别对台积电这个施压，一定会马上来。我们要看政府到底有没有现在照顾我们台湾民众，照顾我们的产业，我们眼睁睁的看政府有没有好好照顾。这个旧历过年哈，我觉得对台湾反映在台湾的政治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讽刺。因为 DeepSeek 的冲击呢，其实全世界都在讨论 AI 的发展跟半导体产业的世界分工跟布局。结果呢，台湾如果说大家都在过年，就高高兴兴的，都不要讨论政治问题，那我没话说。没有，台湾是执政的民进党呢，在各地发这个联署战。然后呢，联署战热腾腾的呢，马上就说一开年呢，立委又忙了，马上又要被召回去呢，又要做那个选罢法的复议。那说真的，今天2个立法委员在这里，这个时候台积电、半导体、护国神山，整个晶片的产业链，台湾的最大的骄傲，台湾之光，这个难道不是国安议题吗？那难道政府最应该做的不应该是说，从赖清德到整个国安团队，这个假期不要再去发红包了，不要再去写春联了，不要再去拜庙了，你赶快过来开国安会议，有没有开？有没有回应？然后一副就是真的是美国岁寒呢，然后还在替川普涂脂抹粉，然后毫无抵抗力啊！叫你美国去开董事会就去开董事会，扩产就去扩产，产业链转移就转移。说实在的啊，刚才包含这个主持人也一开始就分析了，其实就台积电本人这家公司呢，可能还撑得住，因为台积电本身的优势呢，是它的代工的能力太强，以至于呢，它很多高阶的，你直接给它课关税呢，你的客户也无法转单啊，因为除了它也没有人会做，所以呢，台积电因此就有叫价权、定价权嘛，他就说啊，你课了关税，总不能叫我来公司来负担啊，那你要负担啊，所以他一定转嫁到他的客户，他的客户再转嫁到那个消费者嘛，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别的都不讲嘛，美国手机一定会变很贵嘛，那美国手机变很贵，他那个穷人那个手机现在用电池各种设计，告你2-3年叫你换一只手机，他们换得起吗？那本来以前大陆还有出很便宜的手机，现在大陆货又卖不进去，或者又抽更重的关税，所以总而言之呢，光任何一个产品你都可以想象，那更不要讲，还有车子里面也要用很多晶片，所有的什么，现在连那个扫地机器人都要用晶片，什么都要搞。对，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对美国人的生活呢，可以说方方面面影响。但是台积电就算它撑得住，它保持得住它的公司的获利，问题是台积电的整个产业啊，尤其是台湾的有一些跟台积电上下游的，到时候被川普大棒子一下来，真的全部都100%关税的时候，台积电撑得住，其他人撑得住吗？对不对？另外呢，现在雪上加霜的是，
台积电不仅被迫要去美国，然后拉高它的生产成本，还有关税再加上去，那个川普还要停掉拜登时代的晶圆法。那个台积电的那个什么66亿美元的那个部分，川普已经扬言他要停止啊，他不再补助他了，就是他现在哈，川普跟拜登差别最大，就是拜登说希望你来，他还客客气气说我给你一点红萝卜，请你来，这还正规的想法。川普不是，川普是说你不来哈，我就拿大棒子打死你，加关税，然后100%关税，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怎么搞？哦，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呢，台湾其实我们的政府一定要算出来，跟台积电上下游相关产业，然后做了一个很诚实的受影响模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工作的市场，因为他弄去美国，刚才佩祥委员也讲清楚啊，他的目的就是给美国人工作机会啊。那给美国人工作机会，台湾人的工作机会就少了。那台湾人的工作机会用什么来补？川普就是说，拜登说你来我给你钱，川普说我不给你钱，我加你关税。对，加关税你就得来100%的关税，要不要来啊？那这个现在逼台积电下个礼拜要到美国开董事会，董事会到美国去开，要检视 Arizona 的厂的进度，到底搞了个半天，日本都已经生产了，那美国到底怎样呢？哦，将来我都要投几个厂呢？这回收到底怎样呢？休息一下再回来。